又到了1版本1次的挑战环节。本次挑战内容为只能使用羽球通关原神，没错，就是这个 1.6 版本获得的小道具。但这个小道具本身没有伤害呀，像我这里拿羽球砸小宝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。不过呢，目前全体瓦特是有2把武器可以让羽球有伤害的，第一把就是虚迷的钓鱼武器劫泽。不过这玩意想触发点用元素战技，而只能使用羽球挑战，那么自然是禁元素战技的。这时候就需要另一把武器了，没错，就是 5.0 的活动武器。这玩意是可以用羽球触发伤害的，用起来就像这样。既然理论成立，那么咱们的挑战具体规则如下：一、角色只能使用羽球造成伤害，其他所有由角色造成伤害都禁止，包括但不限于普攻、元素战技、元素爆发这些。二、秘境内可用无伤害类型替代，这条规则是因为在秘境内羽球是不能用的，所以在秘境内允许使用一些本身零伤害的攻击。三、本挑战全程禁 UI， 这是很多小伙伴私信我的挑战，那么这次正好用上。四、从贸易等级20级开始，因为活动武器2级才能获取。那么让咱们正式开始吧。这边花了6小时快速过渡到20级，然后再去蒙德买上咱们的核心道具。我发现这个武器的数值真的很高，基本上可以一球砸死一个怪，但是问题是有15秒冷却，而且需要特别注意这种带盾的，你如果砸盾上是会白白浪费15秒的。而且说实话15秒真的蛮难感受出来的，很多时候我都得靠左下角时间，要不然总是扔出空球。就这么2波怪的每人任务我就花了2分钟才打完。这时候我需要升到23级才能继续主线，所以我只能继续去做任务啥的。然后这个平时最简单的任务都把我卡住了，因为在无 UI 状态下是看不见 NPC 对话框的，这样来说应该是偷听这俩对话，让我当时一脸懵逼，我是谁？我来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这个任务进行不下去了？我还反复多次确认了任务，只能说无 UI 少了非常多的东西。无 UI 模式下非常多的内容都要靠过去的经验来完成，比方说我城头就收集的非常少，美甲地图真的寸步难行。我现在体力上限只有144，走在地上只能听见城头的声音，但找不到在哪。然后我发现了更扯淡的，这种带盾怪，比方说深渊法师，我只能靠伤害硬破盾，而且破完盾之后我只有1发的输出机会，因为我无法阻止他恢复盾，只能说还好不是15秒内就恢复了，要不然我永远打不死他。我都不敢想后面的深渊使徒得打多久。羽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些东西是打不到的，比方说攀高危险的这个哨塔，可以看到直接打是没伤害的，这时候只能通过打怪造成 AOE。哦对了，我的5星自选换了莫娜，莫娜后面会有大用的。我的名字是阿斯托洛吉斯·莫纳梅基斯图斯。在5.0之后，无论哪里的神像升级都可以加体力，这对于萌新非常友好。我这里就升了枫丹神像。终于在耗时4小时后，我从20级升到了23级，终于可以继续主线了。无 UI 模式下，这些巡逻的青岩军，他们头上是没有那个警戒标识的，不过他们仍然可以逮捕你。这里是有仙人冷却缩减的 buff， 但是很可惜我试了很多次，并不减武器的冷却时间。无 UI 还有一点蛮烦的，就是你看不到你角色的体力条了，像我这里就坠机了，坠机的时候你也是没法操作的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角色摔死。有点。李月的第一招很短，只用了40分钟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咱们得体验刷芭芭拉和莫娜的突破材料，也就是纯水精灵。我这边打一把需要5分钟左右，而且这时候我还没彻底掌控羽球，这玩意的瞄准是非常奇怪的。首先你瞄准正中心是打不到的，就像这样，弹道一定是偏左的，其次就如果离得太近一定会穿模打不到。而且世界等级1好像只报1个材料，这就导致我拿4个志愿之间花了半个小时，因为我中途挂了2次。打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高阶的小技巧，就是被击飞的瞬间是可以按羽球的，这就意味着可以取消击飞的后摇，就像这样。那咱们慢放一下。你也别说我遇到我永远打不过的本，因为它的通过条件是这个，咱们的攻击频率最快是15秒1次，正好不够。这时候是需要到25级才能继续主线的，我又干了1小时左右是成功升级。到了25级，咱们把能升级都升上去。这边是先升了武器，角色缺断片，所以先不升。这边让咱们继续推进主线。由于咱们规则里面限制了所有输出手段，解密方面本身是没限制的，但除非是必须要的元素解密，否则我也不会用除了羽球的方式去完成。甚至这里需要用火元素烧锅，因为没有办法，我也只能切除了安博。主线其实有蛮多强制元素的。接下来是秘境战斗了，咱们要进到皮劳的湖里面。这个时候莫娜就有大用了，咱们给莫娜换上活动武器。每次莫娜的闪避可以触发武器效果，这就是规则2的无伤害类型，其实和羽球本质上没区别。
我也晓得鱼的秘境的限制有点没道理，不知道老米最开始设禁用的理由是啥，在秘境里面真没咋影响平衡吧。这边找别人帮忙拿5个金蝶需要8500魔拉，如果大师有直接拿魔拉换金蝶的就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每次抓金蝶了。首先这里的宝箱咱们开不了，真的难受，只用羽球是破不了这些宝箱的外壳的。不过我发现这些主线原来还有雷属性攻击怪，咱们先蹭下雷元素，然后再去蹭下火炬，这样就可以开宝箱了。这次驴主线第2章咱们也就完成了，总耗时1小时左右。接下来我去打了突破秘境，打这个秘境必须得拉怪，因为这个本是限时的，主播隐藏以外连时间也隐藏了，最后也是顺利完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隐藏 UI 的时候是会被强制取消的，这种情况在蒙德比较多，在20级周我只遇到了现在这一次。触发提示信息已停止隐藏主界面，因为接下来从26级升到28级，所以我是继续在大师节干冒险经验。这个是极少数羽球可以搞的解密了，要知道羽球打加油桶都不会触发爆炸。我这边是搞起了娜塔的竞速，可以看到隐藏 UI 隐藏不了娜塔的倒计时，可能是娜塔倒计时高级一点。我这边搞这个是因为我想要金色圣遗物来着，凑齐3个的话可以拿2套金色圣遗物，但是我发现老米连这个也防了一手，没错，这玩意居然还有等级限制，需求冒险等级45。在总耗时3小时之后，终于升到了28，也是可以开启愉悦的最终章主线了。这里是强制用风元素，咱们用送的林尼特开启机关，也是体验了一波镜头杀。世界拒绝了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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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接下来咱们就该打公子了，不得不说公子真的脆，一阶段只要划2下就能击杀。你还算有点长进。后面也是没啥难度，应该是我目前所有挑战系列里面打公子最快的一击了，只花了3分半。接下来就是群羽阁之战了，隐藏 UI 这时候又发力了，因为我发现它不仅隐藏了敌方血条，连友方的血条也隐藏了，搞得我不知道3个机器哪个血条最低，只能凭感觉去打。还好莫娜的闪避可以抓平姥姥冲击波，要不然这波可能真打不过去了。平姥姥太牛了。最后是成功打掉了群羽阁。那么里约的主线咱们也就完成了，总耗了18小时30分钟。最后是彩蛋环节，相信99%的玩家都没见过这个掉落物长这样，原来就是这个最胜紫金碎屑。这玩意在 1.1 周就基本上见不到了，因为现在材料直接进背包了，所以它掉落形态只有这里有了。在安博的飞行挑战符文里面，飞行状态的主角原来还有霸体，这样来说你飞行状态下持有弓箭手是一键射下来的。但是在这个本里面，哪怕遇到超载也不会坠机，应该是后台修改了主角的抗打断系数。在 5.0 偷偷修改的东西，没错就是分铜的地方不再刷怪，这正常应该有一个分史莱姆和分神龙重合的，但在 5.0 之后不再出现了。再比方这个位置也不再刷一群求人了，甚至连锅都没了。这是我大号来这里的样子。好的，我是秋名山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记得按求关注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